昨天路过大唐芙蓉园，得知现在大唐芙蓉园可以预约免费的门票。不过遗憾的是，昨天没有抢到夜场的票，因为每一个时段都是限量的1200张。本来今天想去陕西历史博物馆，但是周一闭馆，于是又尝试着在网上预约一下今天的大唐芙蓉园的门票，还真的预约上了。中午吃过了午饭，准备去大唐芙蓉园走一走。大唐芙蓉园，从大门直接刷身份证就可以入园。其实我几年前白天来过这个大唐芙蓉园，大概玩了半天，所以很希望晚上来逛一逛，可惜昨天没能如愿。今天白天过来转一转。进门有一座芙蓉桥，在桥上就可以看见前面有一个俊俏的山石，弥漫的水雾，这是银桥飞瀑。这是景区的电瓶车，一圈39块钱。不过景区不算很大，自己慢慢走一圈2个小时就够了。现在来到了芙蓉园的中心区，这有一个员工门。穿过这个员工门，前面就是整个芙蓉园最壮观的一个建筑，是大唐疆域图。这个就是紫云楼，也是大唐芙蓉园最标志的建筑，里面可以进去参观，需要从侧门进入。上面能上去。这是紫云楼的侧门，从这里进去。这是1层，这里面最重要的展览就是唐代长安城的沙盘模型，就是中间的这个巨大的沙盘。欢迎我们之中长安，中国人永远的骄傲。这个长安城的沙盘有声光电的介绍，非常宏伟壮观的一座城市。紫云楼一共有4层，从里面可以一层一层的上去。这个是2层，主要是唐代的壁画。长得像刘晓庆。这些壁画篇幅巨大，栩栩如生地展示着唐代灿烂的文明。杨玉环，大唐雄风。2层的中间是一组彩塑，万国来朝，可以说当时唐朝是世界的中心。现在来到了3层，3层有一个外面的走廊。本来3层有个大厅是表演西安古乐的，现在好像停了。这是4层，外围也有走廊。4楼的大厅有个展览，应该是曲江丝路遗珍博物馆。里面的文物不让拍照。这个紫云楼还有电梯，从4楼直接下到了1层。看看这个紫云楼多么高大，看看上面，
紫云楼前面的水面有个巨大的喷泉表演，定时表演。环湖，准备从紫云楼这边环着湖面走一圈。沿途有很多精致的绿地花园。这边有个唐代诗歌文化主题区，占地不小，雕刻了唐代几十位诗人的诗歌。曲江湖店，现在来到了曲江湖店。唐代的长安城是一个开放的大都市，所以城内胡人云集，很多胡人在这里经营开店。过了桥就是新修的曲江湖店，表现的也是当年的长安城湖店林立。小桥，里面也是中原文化和周围各国异域文化相互交融的情景。现在这里开了很多餐饮饮食店，小吃都不贵，所以完全可以在这里逛累了就在这儿吃吃喝喝。继续沿着湖边走，其实这个湖就是曲江的北湖。哇，这喷泉好高啊！看前面紫云阁的喷泉开始表演了。昨天去的曲江池遗址公园是曲江的南湖，这个大唐芙蓉园是北湖。这边有个非常长的长廊，好像叫彩虹桥。呱呱呱呱呱！湖里好多鱼呀！整个湖边有不少高大的建筑，前面这个好像是仕女馆。唐艺坊啊！今天西安的天气真好。很多汉白玉的仕女雕塑。这边店铺林立，也是码头的所在地。据说今天晚上有盛大的中秋歌舞表演，可惜没赶上。这里应该是杏园，杏园是唐代的新科进士举行杏园探花宴的地方。想取一句诗：春风得意马蹄疾，一日看尽长安花。这边像是个茶社，从这个角度看上去，湖面还是挺辽阔的。远处的紫云楼，湖边有一个石质的龙舫，不过现在是关闭的。湖上也有一些小快艇和划船。走到这里，基本环湖一圈就完毕了。整个玩下来2个小时其实就够了，不过我个人建议晚上来应该更漂亮。如果你现在或打算来西安，不妨来这里逛一逛，毕竟现在是免费的。
接着上一期的视频，出了曲江池的遗址公园，就来到了大唐芙蓉园的南门。这里的南门口古色古香的，有一大片的建筑，基本都是餐饮和娱乐区。我们到这里去转一转。这一大片建筑非常漂亮，不过这里的游客并不多。这里还有很多小型的博物馆，都是免费的。这个广场上的雕塑还是挺有意思的。这个是大唐芙蓉园南门外的百戏楼，很高的建筑。旁边还有个梦回大唐的演出场地。而在这古色古香的街道对面，就是比较现代的建筑。这有个很大的广场，还有喷泉。这个地方是芙蓉新天地，也是曲江这边比较热闹的一个街区。感觉现在西安大部分地方真的非常干净漂亮，也不是因为现在全运会的原因，因为这几年每次路过西安都觉得西安越来越漂亮，也算是个网红的城市了。而曲江这边也是目前越来越网红的旅游打卡地。曲江这一大片区域，一个挨着一个都是旅游点。现在来到了大唐芙蓉园的西门。现在的大唐芙蓉园每天分几个时段预约免费门票，一会儿晚上6点钟开启网上预约抢票模式。它的预约不能提前，只能6点开场，6点抢。这个门口景色真美，正好有一片水池，有倒影。这就是大唐芙蓉园。几年前白天去过一次，所以也希望能晚上抢到夜场票，看看夜景。马上就要到6点钟了，门口也有不少人都拿着手机准备开抢。不过非常可惜，晚上的1200张票一抢而空，我没有抢到。手机刷到票的观众排起了队，准备进园子了。不过除了大唐芙蓉园的夜景，挨着它的大唐不夜城也非常漂亮。两个地方只相隔几百米，走几分钟就到了大唐不夜城。大唐不夜城这里比大唐芙蓉园更加热闹，所有的建筑也非常的气派。这个是喊泉，大家一起叫得越响，喷泉喷得越高。我们到这里逛一逛，体验一下大唐盛世的感觉。街上有很多的美食摊位，
不夜城的中轴线上有很多巨大的雕像，来自很多典故，比如贞观之治。可以说，西安的大唐不夜城绝对是世界级的景观。大唐不夜城总的街道长度有几公里，我在行走中用手机拍照，完全体现不了这里的繁荣盛世。不过现在好像又下起了小雨，本来这里应该是有7点钟的演出，不少人撑着伞在这里等候，估计7点钟的演出报销了。记得我去年在这里就是在雨中欣赏大唐不夜城，现在又下雨了。前面这个浮雕应该是玄奘取经。现在穿过了第2个街道，前面就是大雁塔。看雨中的玄奘，虽然下着雨，天上竟然出现了月亮。在大雁塔南广场的边上有个大悦城，进去避避雨，吃点东西。这个大悦城现在应该也算是西安本地人的打卡网红地。商城顶部有个巨大的天幕，很多人坐在中庭的台阶上休息。这里又是一个巨大的雕像，应该是个孙悟空。商场里最热闹的地方就是地下1层的餐饮区。还真的挺香的闻着，看看能不能找一家可以吃。这家闻着最香，是个牛杂馆，感觉我的眼睛应该不能吃牛杂，尝一尝。现在是晚上7点半，还在下着小雨。过2天就是中秋节了，一起在雨中逛一逛大雁塔。明月几时有？把酒问青天。不知天上宫阙，今夕是何年？我欲乘风归去，唯恐琼楼玉宇，高处不胜寒。
起舞弄情意，何时在人间？这就是这次西瓜 play 的酒店，九寨天堂洲际酒店。它建在一个山凹之中，所以如果不是自驾出行还是不太方便的，包括去九寨沟景区和其他的景点。今天就要离开九寨沟了，离酒店不远其实有个干海子景区，感觉景色还是不错的。这里就是黄龙机场，准备从这里坐飞机去西安，飞机晚点了2个小时，顺利到达了西安，坐地铁去市区。因为西安的咸阳机场离市区还是比较远的，打车估计130块钱以上，坐地铁9块。这次住在了市区的大雁塔附近，180，很简单的快捷酒店。我一般在城市中转的时候，通常都住在离地铁很近的酒店，干净就好。今天睡了个大懒觉，早餐中餐一起吃，酒店旁边的快餐店。西安特色肉夹馍、凉皮儿，这个肉夹馍还挺香的。昨天其实西安一直在下雨，今天中午有点放晴了，骑了辆单车出去转一转，准备到曲江这边转一转。曲江这边现在开发的非常好，这个是秦20陵的遗址公园，天下一统。一般到西安都会去兵马俑和秦始皇陵周边，今天看一看这个秦20陵的遗址。这个遗址公园不大，半两，这个半两就是秦统一6国之后的统一钱币。秦2世在历史上应该是一个昏君了，在位只有2-3年，他的事迹简直是令人发指，让人痛恨，几乎杀了自己所有的兄弟。和这个秦2世遗址公园相连的就是这个曲江池遗址公园，今天主要是来这里看的。前面是南门入口的望江楼。这个曲江池遗址公园是一个免费公园，里面的曲江池如果绕一圈大概得有5-6公里。以前来过这里，也去过它北边的大唐芙蓉园，我感觉这个免费的公园性价比更高，风景也不输于那个大唐芙蓉园，而且非常自然，人也少。现在沿着曲江池的西岸走半圈，公园里还有一些遗留下来的石刻。今天的气温非常舒适，很适宜散步。说起这个曲江池，应该最早也算是秦始皇的离宫，名叫宜春院。汉武帝的时候，这里面水波浩渺的，岸边曲曲弯弯的，所以就改名叫曲江了。这里也是当时汉武帝时候的皇家园圃，一直延续到大唐时期，一直到唐末时期，因为战乱，这里面都被毁掉了，昔日的皇家园林也不复存在。现在又在这个遗址上改建了这样一个公园，我个人是非常喜欢这里。从这里往北就是大唐芙蓉园，挨着大唐芙蓉园就是大唐不夜城和大雁塔，所以我很喜欢这一边。
而且这个曲江池遗址公园是免费的。从自然风光来看，其实跟旁边收费100多的大唐芙蓉园相比差不多。现在曲江这边建了很多高档住宅区，早买的划算了。公园里的浮雕，这应该是长恨歌。遗址公园里有很多现代的建筑，表现了大唐时期的一些风土人情。这个应该是载歌，装载的载。干什么的？守护门师。湖边也有很多浮桥，上去走一走。西安应该是一个非常棒的旅游城市，周边有无数的人文历史的景观。我差不多也来过西安有10几次，所以好多景点以前都去过了，没有特别想去的愿望了。如果大家有什么特别好的旅游建议，也可以告诉我，给大家去拍一拍。这个是雕塑豆花儿。其实在北京也有很多类似的免费公园，风景也都不错。我这次到西安是路过，明天就要飞新疆了。曲江亭，曲江池。这片区域有很多的鱼，很漂亮。这边的居住环境真的不错。记得有个同事就最早在这里买了别墅。这应该是李白的雕像。曲江池长度大概1公里多，既是一个遗址公园，也是一个很漂亮的城市公园。这个应该是汉武帝的雕像吧。湖面上还有一些野鸭。整个公园里有不少的娱乐设施，还有餐饮的地方。走累了，随时可以找个地方坐下来休息。曲江观宴，庆祝仪式曲江大会。遗址公园有2个地方可以穿桥而过，这些桥就是城市的主干道，从公园上面走过。汉武泉桥。这个曲江遗址公园如果环湖走一圈，大概5公里左右。曲江池出水口遗址。整个公园完整地感受了当时的曲江盛景。这样走一走1-2个小时还是非常舒服的。公园里空气非常好，也非常的干净。如果来西安旅游出差，这里可以花上半天过来走一走。
前面就是北门的出口了，这里就是曲江新区，非常干净的一个开发区。这里也是大唐芙蓉园的南门入口，考虑要不要进去给大家拍一拍夜景。据说现在这里分时段免票，如果能在网上抢到票，就准备进去给大家拍一拍，先去吃个饭，